月未央，相逢青丝路漫长。不曾想，人间滋味几回尝。心有情君身旁，何须再流浪？朝暮相迎，寒食不语，无相忘。半盏红烛照亮来时的路途，余生细数，愿与情从此共度。归于何处？若未见你，我自甘落幕。诸情安故，此生不负。哎呦哟，陷进去了。这马车驾得好，哪儿有坑往哪儿走。你就是，这陷得够深吗？这个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这看样子是动不了了。是，姑娘，你们就待在这儿吧。兄弟们，走。你们看什么热闹啊？你站住！你站住！我劝你们还是趁沈大人和郡主尚未返回前，赶紧给我把这个车轮弄好。要不然呢？沈大人肯定怪罪你们。哎呀，姑娘，不劳烦您费心了啊。我看着你们家郡主这么上赶子追着我们家大人，是不是相中我们家大人了？啊？你休得胡言！你毁坏我家郡主清誉！你笑什么笑？老实点！你们，哼！让我们家大人护送你们郡主入京，就是4个字：痴人说梦。鱼，本郡主的马术可还入得了沈大人的眼？沈大人为了跟我独处，煞费苦心。我要是不配合的话，岂不是对不起你？谈谈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沈大人沿路护送，抵达邺京之时，腰牌自当奉还。我若是不答应呢？那我就拿着你的腰牌去你的属下面前哭一番。你当真以为我不会抢回来是吗？沈大人要用强的，我一个弱女子也阻拦不了。本郡主等乏了，沈大人想好了吗？我们不同路。同是回邺京，怎么不同路？我走山路，郡主走官道。山路幽静，我愿意同行。风餐露宿，怕委屈了郡主。我不怕委屈。好啊，你同意了？回到邺京之时，腰牌自当奉上。郡主说过的话可别忘。哎，谁呀？撤！128号，你站住！撤！予以求之，于林之下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大人，小的跟您办案这么多年，也没见您被谁拿下过，怎么这回被一小疯丫头给摁住了？我答应不答应，她都会跟着我。那您说这一路本就凶险，咱要护送云逸，这好嘛又多一郡主，她要真出了危险，咱们还得派人去保护她。确实是个麻烦啊，不过，麻烦自有麻烦的用处。啊？玉。什么人？沈大人，
此人不知是何原因擅闯本地，属下们……郡主，杨侍卫已经到了。沈某有一事不明，还望郡主赐教。你说，你的侍卫为何会知道我的落脚点？杨业回沈大人的话。沈大人此来江州，是为了抓捕要犯云逸。云逸藏匿在江州城中，沈大人便故意在城中开了一道缺口，引云逸出城，于城外伏击。抓捕要犯后，则山路而行，在金陵卫的落脚点落脚。郡主的侍卫身手了得，竟能将我金陵卫的情报打探得如此清楚啊！我如此注重沈大人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当然了然于心了。江州城外，郡主乘车而来，也并非偶然之举吧？相遇虽非偶然，但是嘛，这世上总有很多事情是意料之外的，对不对，沈大人？郡主费尽心机要与金陵卫同行，目的何在啊？目的，自然是为了审验沈大人啊。为了沈大人这样。都愣着干什么呀？收拾行李去。好。大人，你先回房休息。等一下，我们郡主喜欢这件，我们要这件。这一直是我们沈大人的房间，那个呀是我的房间，这个大的啊是我们兄弟们就寝期办案的地方。你们要住啊，就住那间吧。我不管，我们郡主喜欢这件，我们就要住这件。你，大人，他不讲道理啊。我们走。我们也走。大人，那长乐郡主方才，她不过是一个贵族小姐，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，不必理她。不理归不理呀，可是您瞧她刚才那撒泼耍赖的阵仗，这一趟咱们得耽搁多久啊？耽搁，才正合我意。去让兄弟们多备些粮水干柴，我们要在此多住上几日。入瓮。大人这是以云逸为饵，顺势而为。您这是要钓鱼啊，大人？要钓鱼，交给鱼试探张嘴的机会。我们押解要犯回京之际，偏偏误打误撞闯来这么一个恶女郡主要护送。这样的消息若是传到京中，那些急于扑食的鳄鱼又岂能不动心？这不是天赐良机吗？大人英明。您恐怕是气糊涂了。殿下奉旨监国，他想要的自然是功劳，是政绩，而追回江州那笔银子就是最好看的政绩。而这徐家女官审时度势，顺势而为，果然是一个聪明人。你懂什么？那贱婢不足为惧。老夫担心的是那冷面阎王沈燕，倘若他当真把云逸缉拿归案，那我陆氏一门可就凶险了。祖父不必担心，此事交给孙儿去办。你能有什么法子？祖父，那沈燕再怎么厉害，她也只不过是个凡人罢了。是人，便总能找到她的弱点。
玉，哎，你看这空气可真好。又一次不期而遇，看来沈大人与本郡主的姻缘是天定，不可抵挡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郡主，你看看，背后偷偷摸摸，肯定没说什么好话，别乱说。沈大人对本郡主肯定就是一见倾心。刚才那么说，就是不好意思。这长乐郡主真是非比寻常。罗小琪，您刚才说什么呢？大胆罗凡竟敢对郡主不敬，以下犯上，你可知罪啊？话是我说的，就请郡主不要为难旁人。郡主，这话不是大人说的，是我。话说的是事实。怎么了？没关系，大人与众不同，冒犯的话旁人说不得，你可以。只是下一次，你可以私下跟我说。啊，郡主，都别愣着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郡主。刚才那个沈燕分明就是有心包庇下属，他置郡主的颜面于不顾，郡主为什么不追究啊？方才，你可瞧见沈大人的神情了？什么神情啊？他笑了。他笑了。沈大人一笑值千金，本郡主还有什么可计较的？不计较，不计较。这屋子又小又破，您不计较。还有这个床，这床。又脏又硬又破，还翻着潮，你也不计较。这门也都漏风了，您还是不计较。郡主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啊？那个沈燕可好，她每次见到咱们，觉得咱们拖累她了，她连个好脸色都不给咱们。灵璧真就是不明白了，为什么郡主偏要跟着沈燕，跑到这个荒野之地遭人白眼？傻丫头，你气什么呀？我既然来此，就做了盘算。哎。你知道那些才子佳人的爱情桥段里，写的再怎么花样百出，终究逃不过哪3招？灵璧不知。天时、地利、机缘巧合。如今呢，我与沈大人同行同住，已然占了地利的机会。这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本郡主要好好规划一番，将沈燕拿下。这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！哎，鸽子呀鸽子，你说怎么摊上这么个婆娘？咱沈大人呀，可有的受喽！哎。瞧瞧这沈二公子，人都出夜惊了，还不忘派只鸽子过来，指使家兄帮他跑腿办事啊！
寻常的事不必说了，报吧。城中副护张老爷已接连设宴3天，款待陆公。成日里大鱼大肉，他们吃不腻，我都听腻了。他们聊了些什么？张老爷似是想走陆家的门路，在朝中谋个差事。说说看，太子今日晚上都用了些什么？太子殿下昨夜醉酒，原本食欲不振，是身边侍奉的许女官亲宫依古法为太子制了道鱼公断血，佐以五豆汤消暑解闷，殿下这才用了些。鱼公断血、五豆汤，这2样吃食，还用了4、5个时辰的功夫。这许女官好巧的心思。行吧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是。李公子破费了呀！改日再来啊。说是京里的那位冷面阎王，14千户沈宴下江州擒贼，但是回京的路上却惹上了江州那位恶女郡主刘玲。这一来二去，竟竟如何？哎呀，欠了一笔风流债。风流债，沈大公子这消息可是真的？这也是一桩逸闻趣事啊，只是大伙儿听得高兴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这口口相传，这有什么要紧的呢？哟，大伙儿聊什么呢？这么兴起啊？瞧瞧，这正主都来了，咱们还来在这儿干什么？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吧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夜经中人皆言沈大公子风流浪荡，流连5岳之间。可如玉认识的沈大公子，可是这世上最痴的痴人呢。你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郡主，郡主，山间夜寒，你可能中了风寒，咱们喝点水吧。没事儿，我没关系。哎呀，郡主，身子要紧，那咱们回屋歇一歇。郡主没事吧？我不回去，我要当沈大人。若凡，记住我交代你的。沈大人早。郡主。哎，大人，这都几日了，这长乐郡主怎么还阴魂不散呢？你说都生病了，还跟着咱们？哎，不过大人，你说他虽然脾气是差了点，
这人这叫长得郡主花容月貌。你受寒了，这山路还挺难走的，咱们回去吧。我说了不回去，快点！啊！你说哪天万一你把持不住了，你这一失足成了千古恨，你说到时候兄弟们……郡主还是请回吧。怎么了？舍不得我了？风寒会传染的。腿长在本郡主身上，我想去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随你。罗凡，哎，走。郡主，你干干什么？别问我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追不追？追啊！好。郡主，咱们都在山里走了5个时辰了，咱们别走了，再这么下去真的会病倒的。我才没有那么娇气呢。机缘巧合，是人力所能及的。但是如果那个神燕不想见郡主的话，咱们有1000种办法制造什么机缘巧合，那也没有机会啊。所以啊，我更要找到他，就算我要倒，也要倒在沈大人面前。什么沈大人？我觉得他就是个红颜祸水。你说郡主，咱们都这么找他了，他还是不想见你。我觉得他就是铁石心肠。你说他们那个金陵卫，那声名狼藉，世人都避如蛇蝎了。尤其那个沈燕，他就是活脱一个冷面阎王啊！至于郡主您这么为他耗神吗？他就是一个煞星。灵璧，江州百姓是怎么说我的？长乐郡主目无尊卑，霸男欺女，不识礼法为何物？贪图好色，无恶不作，堪称江州第一恶女。这么说，本郡主不也是煞星吗？不是，郡主他们乱说的，你别多想。你要知道，要了解一个人呢，首先就要瞧他对人和事的态度和举止。我觉得不加修饰的冷漠，比那些虚情假意的笑容要来得珍贵，懂吗？算了，沈大人自有他的魅力，你这个小丫头不懂，本郡主啊为之倾倒。蛇，郡主，蛇！哎，郡主怎么办？沈燕，你压到我的。我晕了。本郡主刚才一定是被毒蛇所伤，恐怕命不久矣。郡主勇猛无比，何必诬陷一条草蛇呢？你跟着我，看见了？本郡主找了你很久，现在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如果你再敢逃走的话，我就去集市上摆个摊，卖你的腰牌。千户大人的腰牌应该值不少钱吧？郡主就不怕触犯律法，与庶民同罪吗？有道理啊。那我换一个喽，我命人把这128号的腰牌多刻几个，扔到集市上去。到时候金陵夜行多如狗，千户大人遍地走，岂不是很好玩？说完了？没有。你若再不老实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沈大人，刚才我同灵璧说的话，你偷听到了多少？沈大人自有他的魅力，你虽瞧不出，可我却为之倾倒。你倾倒的倒也是容易啊。备些姜汤，给郡主驱驱寒。是。哎，沈大人，沈大人留步。
山雨寒凉，还是撑个伞避一避吧。可是这伞好像坏了。郡主既知山雨寒凉，便进屋休息吧。石猛还要事先走了，拿着。哎，郡主，郡主，我姜汤还没熬好呢，你怎么就出来了？咱们赶紧回去吧，都下雨了。哎，林碧，我问你啊，你方才有没有觉得沈大人对我的态度跟以前大不相同？林碧觉得还是一个样。你涉世未深，我问你也是白问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沈大人刚才对我笑了。唐伯虎和秋香三笑定情，所以我觉得吧，沈大人的心很快就能到这儿。哎呀，好，郡主，那你如果要出招的话，咱们得等他回来不是吗？雨这么大，咱们真得回去了，要不然你的身子受不住了啊！不行，本郡主的3招已经用了2招了。眼下这场及时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本郡主啊，今日要来一场雨夜会佳人，3笑鲁君心。什么鲁君心啊？风大雨大，不如随我回联络处，喝上一杯啊！这林子怎么走来走去都一样啊？沈爷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还雨夜会佳人呢，要不是本郡主命大，早就上路了。郡主在说什么呢？说你好看。方才的雨，郡主可是还没淋够，还要再出去冷静冷静。手拿开。沈燕，我是看你浑身都淋了雨，这样啊容易寒邪入体，患湿温之症，所以这都是为了你好。
郡主还学过医术。嗨，皮毛而已，不足挂齿。我以前在江州闲暇的时候呢，也胡乱拜过几个师傅。反正这一路上日子还很长，本郡主的过人之处，沈大人可以慢慢了解。这竹屋虽小，倒也不至于狭粗到这种地步。床铺在这儿，郡主还是早些休息吧。老实点儿。我是个病人，生病了，就早点睡。我就在这儿。哎，沈大人，你既姓沈，又是金陵卫中人，可与叶京的沈家沾了亲。没错，那沈公是你什么人？正是家父。嗯？可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去沈府啊，怎么没有见过你？沈某自幼不喜与生人打交道，郡主不记得我，实属正常。沈大人，睡醒了？嗯。走吧。
沈大人，沈大人留步。昨夜你我共度良宵，回去之前，沈大人是否该给本郡主一个说法？罗凡，哎呦，你们不去找我家郡主，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别说，嘘什么？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啊！昨夜留宿林间小屋是事急从权，沈某并未对郡主做什么冒犯唐突之事。郡主如此倒打一耙，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误会？啊？阿玲，吁，陆明山，阿玲，你发什么疯？本郡主的闺名可是你直接可以喊的。阿玲，你在路上，可能还没有得到消息。祖父已经向广平王下了聘，得王爷首肯。如今，我陆明山已经是你未来的夫婿了。什么未来夫婿啊？你说是就是啊。阿玲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小孩子脾气。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这是你的红帖。阿玲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阿玲，知道你离开了江州，我就急忙忙来找你。你看你，都憔悴了。这一路，吃了不少苦吧？陆公子，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早点回去吧。刺探金陵卫情报的罪名，我怕你担不起。是不是？罗凡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哎呦，走。郡主，大人，郡主未来的夫婿到了，给这位陆公子准备一间客房。去。是。大人，这有个长乐郡主已经够麻烦的了，如今又来一个陆明山，真当咱这是咎由他轻呢。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联络处，想必这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那您还让他在这儿，大人？他是郡主未来的夫婿，我能怎么办？小人派人去盯着他。不用了，陆公子既然来了，成全他便是了。郡主，留步。大胆罗凡，区区一个小企业，敢拦郡主的路啊！对不住了，此处乃是金陵卫的营地，咱们沈大人的屋子，那更是军机要处。这刺探金陵卫情报的罪名，莫说是郡主您未来的夫婿担待不起，怕是连郡主您也是担待不起。本郡主呢，不是个无理取闹的人。我知道沈大人很忙，但不知道他没有一句话的功夫，容本郡主问一问。他既然毁了姑娘家的清誉，这避而不见，是打算始乱终弃吗？清誉，郡主您？对，就是本郡主。郡主，愣着干什么呀？问呢？大人，郡主着小人……我都听到了，你替我去转告郡主。郡主的归玉清白与否与我沈某无关。沈某不明白郡主所言何意。我与郡主之间从来无始，又何谈得弃？
郡主，我们大人刚才说了，回去问他，什么叫没有屎？没有屎，这就不用解释了吧？没有屎，那不就是没有开始的意思吗？哼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阿玲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便就此作罢吧。走吧。没有开始，那本郡主要问问沈大人，昨天夜里在林间小屋，沈大人与我做的那些事情，叫没有屎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哪些事啊？去问。不是郡主，您这是……是。大人，你去告诉他，沈某自问一身清白，郡主既执意要是非颠倒的话，大可先行一步，前往邺京报答天听，是杀是罚，沈某悉听圣上裁断。哎，阿玲，沈燕，阿玲，你赶我走。是走是留，全凭郡主的意思。到用晚膳的时间了吧？郡主请回吧，不要影响沈某的食欲。这位就是沈大人。这个时辰，诸位应该是刚刚用完午膳。沈大人诸多借口，这分明是有心欺辱戏弄我们郡主嘛。欺辱戏弄倒谈不上，敷衍嘛倒是有的。可是沈大人刚才还同本郡主谈笑风生，这陆公子一来，怎么就冷若冰霜啊？难道是吃醋了？一身的风雪在你的眼睛里面溶解，尘封的思念回忆里飞成蝶，手掌心的线缠绕几万遍继续蜿蜒，初见那一面定格多少流年，两情相悦，此生执着一念，搁浅时光的剑，命运弹指一挥间，每滴泪里有眷恋。两情相悦，此生执着一念，锁在眼底眉间，不管重逢多远，我的心和你的心重叠。两情相悦，此生执着一念，搁浅时光的剑，命运弹指一挥间，每滴泪里有眷恋。两情相悦，此生执着一念，锁在眼底眉间，不管重逢多远，我的心和你的心重